欢迎大家。我们今天要一起深入研究的材料，坦白说还挺特别的。你给我们发来了一整套法律文件、判决书、起诉书，还有当事人陈金元博士他从狱中写的信。没错，但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这些文件本身，而是我还附上了一叠笔记，就是用好几位哲学家的思想来解读这个案子。对，就是这个，从汉娜·阿伦特到哈耶克，再到约翰·罗尔斯。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物就很清楚了啊，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叫陈金元的人的案子，对吗？更是要一起探索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司法系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将一个学者仅仅因为转发几条帖子就判刑入狱的呢？是的，你给的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就像一套不同焦段的镜头，能帮我们把这件事看得更深、更透。那我们就先从案件本身最让人觉得有点费解的那个细节开始。好，然后顺藤摸瓜，看看这些大思想家们会怎么诊断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行，那我们先把案件拼图的核心一块放好。主供人陈金元，物理学博士，独立学者。对，2022年他在昆明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了1年8个月。所有的指控说白了就源于他在社交网络上转发的一些内容。里面有漫画，有评论，也有学术文章，五花八门的。在这些法律文件里啊，控方和辩方的逻辑冲突其实非常尖锐。检方和法院的观点是，陈金元传播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而且判决书里有一句逻辑，怎么说呢？非常关键的话。哪一句？他说，陈金元作为具有很高学历和知识水平的人，他应辨别是非。所以法院就直接推定他主观上是明知内容有问题而故意转发的。等一下，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高学历反而成了一个定罪的依据。对，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啊。那陈金元自己是怎么反驳的？他的辩护和上诉信里提了好几点，非常清晰。第一，他说普通人根本没能力判断网上信息的绝对真假。我们都像是柏拉图说的洞穴囚徒，看到的只是影像。这个比喻很形象。第二，他说自己的社交账号粉丝很少，影响力微乎其微，根本谈不上什么扰乱公共秩序。这也很有道理。第三，他认为这是选择性执法，因为转发同样内容甚至原创的人成千上万，都安然无恙。这几点听起来都是很常规也很扎实的辩护理由。但你刚才说有一个最令人费解的细节。对，就是这个。这个细节出自陈金元的狱中书信，他回忆了庭审记录里的一个片段。他说，检察官在法庭上亲口承认，他没有核实过那些被指控为谣言的帖子的真实性。什么？还没完，检察官接着说，他也不打算去核实。为什么？理由是他觉得是谣言。不打算去核实，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整个案件的荒谬性好像都浓缩在这里了。没错，一个关乎公民自由的刑事指控，它的事实基础竟然是检察官的感觉。对，而这个细节就是我们进入哲学分析最好的入口。当我读到这句话时，脑子里立刻就跳出了汉娜·阿尔伦特。阿伦特我知道，就是那个观察了纳粹高官艾希曼的审判，然后提出了恶之平庸这个概念的哲学家。正是，阿尔伦特核心洞见是，历史上那些巨大的恶行，很多时候都不是由什么天生的恶魔、变态狂人干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有无数个像艾希曼那样的普通人，一些放弃了独立思考，只是在尽职尽责地执行系统命令的官僚犯下的。你的意思是，阿伦特会认为那个说不打算核实的检察官，他可能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非常有可能，他只是在照章办事。说实话，这个想法比他是个坏人更让我觉得害怕。这正是阿伦特理论的深刻之处。这位检察官的表现就是恶之平庸的一个绝佳样本。他的行为很可能不是出于对陈金元的个人仇恨，而是一种官僚系统里常见的思想懒惰和程序性服从。
在他的世界里，职责可能已经简化为完成起诉任务，而不是探寻真相与正义。当一个人放弃了思考和道德判断，把自己完全变成一个系统里的齿轮时，阿伦特说，巨大的灾难就在日复一日的行政效率中发生了。所以，阿伦特帮我们看到了这个系统里人的问题，一个不思考的执行者。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系统会鼓励甚至奖励这种不思考的行为呢？这就让我想起了你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位思想家哈耶克。你说到点子上了。如果说阿伦特诊断了病症，那哈耶克就是诊断了产生这种病症的环境。哈耶克一生都在警告一件事，那就是要区分法治，也就是 rule of law， 和以法而治 rule by law。 这两个词听起来很像，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天壤之别。哈耶克说，真正的法治，法律就像是足球比赛的规则，规则是提前定好的，清晰明确，对场上每个人都一视同仁，裁判不能为了某个明星队就临时修改规则。它的核心是可预期性，你知道做什么会犯规，什么不会。我明白了。但以法而治就完全不同了，它更像是海判对某个球员说，因为我不喜欢你，所以现在规定你碰球就算犯规。在这里，法律不再是普遍的规则，而是当权者随心所欲管理社会的工具。我懂了。用这个标准来看陈金元这个案子，寻衅滋事这个罪名本身似乎就很有以法而治的味道。没错，它的定义非常模糊，公共秩序由谁来定义？混乱到什么程度算严重？边界完全不清楚。这正是哈耶克理论的靶心。一个模糊不清的法律赋予了执法者巨大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那个检察官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是谣言，就是因为法律的模糊性为他的思想懒惰提供了制度上的温床。他不需要去严格论证，因为法律的口袋足够大，可以装下任何他想装的东西。哈耶克会说，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块路牌。当法律不再能保护一个清晰的私人领域，让公民可以安心的生活、思想和表达时，个体的自由就开始被侵蚀了。好的，我们梳理一下。哈耶克帮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缺陷的制度设计，模糊的法律。阿伦特则向我们揭示了，在这种系统中，一个放弃思考的个体是如何成为作恶链条上的一环。这是一个制度和人性的双重悲剧。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一个真正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又必须提到约翰·尔斯了。对，如果说哈耶克和阿伦特是诊断病症，那么罗尔斯就是开出药方。他在《正义论》里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实验，叫无知之幕。这个我听说过。它让我们想象，在进入社会之前，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一道无知之幕后面。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是男是女，健康还是残疾，富有还是贫穷，甚至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信仰和价值观。在这种状态下，让我们来共同设计一个公正的社会规则。对，罗尔斯推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最倒霉的那个，所有人都会同意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最广泛、最平等的基本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良性自由等等。对，而且每个人的自由要和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这很好理解，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主流派还是少数派，所以我肯定会选择一个最大限度保护言论自由的规则。万一我的想法不受欢迎呢？正是如此。然后才有第二原则，是关于如何处理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但罗尔斯反复强调一个压倒一切的重点，叫做自由的优先性。自由的优先性，意思是第一原则，也就是基本自由，拥有绝对的优先权，绝不能为了任何社会利益，比如经济效率或者所谓的公共秩序、社会稳定而被牺牲，除非是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自由。是的，唯一的例外是为了自由本身。比如说，我们可以限制煽动利己暴力的言论，因为这种言论会直接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这也是一种基本自由。
好，那我们用罗尔斯的这把尺子去量一下陈经元的判决。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维护公共秩序，这恰恰是罗尔斯所警惕的。对，为了一个模糊的由官方定义的秩序，就剥夺了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言论和思想自由。这在罗尔斯看来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判决书把秩序凌驾于自由之上，完全颠倒了正义社会应有的秩序。我还注意到判决书里一个细节，就是法官强调陈经元高学历，应辨别是非。从罗尔斯的角度看，这也很危险吧？非常危险，并且惩罚那些思想不符合标准的人吗？这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这背后是一种国家家长主义的思维，认为国家比你更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而这恰恰是罗尔斯、哈耶克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最反对的。他们认为国家的功能应该是有限的，它应该像一个守夜人，保护我们的安全，维护一个公平的规则框架，但绝不能闯入我们的客厅，更不能闯入我们的大脑去审查我们的思想。这个比喻很好。用另一位哲学家诺吉克的话说，昆明的司法系统在这里已经远远超出了守夜人的职责，变成了一个评判思想好坏的思想警察。所以，按照这些哲学家的理论，陈经元案的判决在制度上、人性上和正义原则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判决，陈经元没有沉默，他在狱中写了大量的信，包括一份不认罪不认法书。这种抵抗本身又该怎么理解呢？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位思想家亨利·戴维·梭罗。梭罗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公民不服从的理念。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严重违背了良知和正义时，公民不仅有权利，更有道德义务去拒绝服从这种不义之法。我记得他的名言，在一个坚定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没错，从梭罗的视角看，陈经元拒绝认罪，并在狱中持续写作和申诉，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力量的道德和政治行为。他不是在挑战法律本身，而是在挑战那个以法律之名行不义之事的权利。他的行为在说，你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但无法囚禁我的良知和判断。对，他的抵抗不仅仅是消极的不认罪，更是在主动的发声。我注意到他的信件里充满了论理和辩驳，这就又可以联系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理论了。哈贝马斯的核心理念是公通理性。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其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开放、平等、理性的公共讨论。也就是理想状态下，真理和共识不是由权力说了算，而是通过所有人不受胁迫的自由辩论得出的。所以哈贝马斯会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像一个理想的辩论会，每个人都能上场，规则公平，目的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谁的嗓子大谁就赢。检察官拒绝核实证据，法官在庭上命令他闭嘴，这都是在单方面切断沟通渠道。法庭本应是理性对话的场所，却变成了一个权力单向宣判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经元在狱中写的那些充满逻辑思辨的信，就不是个人申冤那么简单了。是的，从哈贝马斯的角度看，这些信是一种悲壮的努力。是在沟通渠道被强行堵死之后，试图以书信这种最古典的方式，单方面重建对话、呼唤理性的尝试。它不仅仅是在抗议，更是在向一个看不见的公共领域喊话，呼唤一个可以讲道理的空间。这让他的抵抗超越了单纯的不服从，带上了一层寻求重建沟通的深刻含义。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一份看似简单的判决书出发，借助你带来的这些佛学分析，一路走下来，看到了一个案件背后如此丰富的层面。它从一个个人的遭遇，变成了一场关于制度设计、人性弱点、正义原则和抵抗意义的深刻思辨。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次讨论的价值所在。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不是书斋里的空谈，他们是一套强大的分析工具，能帮助我们穿透事件的表象，理解其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看到那些隐藏在判决书字里尖尖关于权利、自由和人性的永恒追问。那么在结束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思想家，他们像是医生一样，对陈经元案子这个病症进行了诊断。
阿伦特诊断出了平庸之恶这个病因，哈耶克则指出了以法而治这个滋生病毒的环境。而另一些人，比如罗尔斯和哈耶克，他们不仅诊断，还试图设计出能够预防这种疾病的社会蓝图，或者说疫苗。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是对一种社会顽疾的诊断，你认为我们讨论过的这些方案是罗尔斯那种以无知之幕为基础设计的正义原则，还是哈耶克所倡导的对权力严格限制的清晰法治社会？哪一种疫苗可能才是更有效、更根本的解药呢？